海 EDGM 已经有2733天没有赢过成都 AG 超晚会了，7年多了。而今年的话，他们的上次交手还要追溯到春季赛那个时候了，下一赛是没有交手的。来到了年总，目前两边队伍在年总的第一场比赛又打到了两边的赛点。来看一下这一小局，蓝色方是上海 EDGM， 红色方是成都 AG 超晚会。DDGM 把刚刚用过的鲁班纳斯搬了，再搬手仓，针对一下一诺，然后这样公孙离是有机会拿到的，因为他搬仓了嘛。然后一诺那边公孙离用过了，他也不着急一手拿。然后 AG 是搬了空空儿跟凯，班位跟上一把没有变化。左边有一套完整的公孙离少司人，但是他先选，以选代搬。苏烈，都给你拿，我先拿了，哎，反正公共英雄池。 相当于是抢掉。你走过最长的路。AG 真相符合，预判一手对面公孙离。对的，也拿一手。他也是笑引这个年总选择的本命英雄。但是感觉 AG 2楼他出孙尚香的话，左边很有可能他就不要这个公孙离，我直接拿戈亚了呀。因为明明在这次年度总决赛，他的一个本命英雄，是孙尚香，但是他。 戈亚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，是因为在夏季赛，明明的戈亚用了10次，赢了7次。对我印象当中，他的戈亚还是蛮有画面的。而且他的戈亚，我记得当时出装也是最早，当时开始做改动，因为戈亚当时在中段、后段的时候有一个改动嘛，对吧？就是拿出来就非常自信的一个英雄。再加上一个曹操，然后 AG 这边是3楼，直接把对抗路的核心位置也锁了司空阵。 他一锁司空阵的话，这把 AG 有没有可能也是双边换线去打？待会儿可以看一下，是可以这么做的，这样他双边线都能拿优势。对，2轮的班位上面 EDGM 是搬掉了大司命和远坦，然后 AG 是搬的海月、甄姬还有老虎。老虎的话是削弱一下 EDGM 整体阵容在前期的强度。 然后 EDGM 这边的话呢是削弱的 AG 在前排的质量。哇，梦琪都搬了，梦琪也搬了。那现在还有一个英雄夏侯惇。夏侯惇，但是这把会是个单夏侯啊，没有朵莉亚。是的，但单夏侯今天也见了，应该有2把了。这梦琪都搬了，那怎么选呢？要不然你选宫本或哪吒，但这对于中医来讲玩的比较少，就是玩的会比较少一些。 先选安琪拉留作悬念，看看中医待会儿到底出什么。而且这一把的安琪拉在前期也能够拿到一些强度。他跟太真的联控配合，还是能够去压制一下苏烈。是的。就像米兰花就拿了一个前期能够撑强度的英雄，就是嬴政。打野位的话，夏琳是有机会出野核的。娜可露露直接来了，因为他前排有苏烈。这一局的阵容这么一拿 ，EDGM 也是一个中辅强度很高，然后有一定发育点了以后，可以直接抱着下半图打平推的阵容。对。AG 这个时候打野，橘右京，橘右京。大家其实看到钟毅在赛场上面玩橘右京的画面还是相对比较少的，这也是他在今年的第1把橘右京。没见过。但同样，橘右京拿出来的也是撑强度，大家会发现 AG 和 EDGM 这一把两边在前期的强度都很高。是，但 AG 它其实是双边发育，中野辅强度对抗非常高，可以秒人，包括苏烈都可以杀。然后 EDGM 这边是打野弱势，就上野偏发育，但是下半图强，中射辅比较能打。 所以这一把的话，两边前期强的点不太一样。AG 可以围绕上半图去出节奏，而 EDGM 可以围绕下半图出节奏。但问题就在于 AG 它强在中轴上，它抢中特别厉害。他这3个英雄在中路，只要不露视野，其实对于嬴政来讲就是个威胁。嬴政线权都不敢拿的，娜可露都不敢过来蹭线的，只能把线放到塔下吃。是的，这盘中路对于 EDGM 来讲有点难受，在前期。 而且从今天整体的一个局内的表现来看的话，长生确实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点。他目前赢的2小局，他都是当局的 MVP 嘛。这一局又拿到了安琪拉。
这边给到了凌云，应该是拿到了 EDGM 的队旗，接下来要带领着所有的朋友去为 EDGM 摇旗呐喊了。而他和明明的话呢，其实在今年一整年，我觉得都是一个竞争的关系，因为明明和凌云的话呢，他们都是今年新登场的射手位置。然后夏季赛的时候，当时是凌云先登场，打了2场换明明，然后一直到最后打到了能不能进季后赛的关键一局，又换回了凌云。对，2位选手都是刚满18岁的这种小将啊，对新鲜血液，潜力股。然后来到年总以后，又是明明加上笑影的一套这个组合作为首发登场。今天的效果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 AG 的话呢，他们的5人组对比起 EDGM 的波动来说的话，他们就显得异常稳定了。就是这样稳定的5人组的结构，让他们在目前 KPL 完成了历史上的第1个5连冠，成为了5连冠的队伍。对，他在这个KPL 赛事体系之内是第1个，也是目前的唯一一个，并且他这个成就还可以继续扩大。对的。而这一小局就非常重要了。我们说到 AG 在全年的进步当中，他们整年36场比赛赢了31场，他们碰到过太多对面有备而来的情况了，但是一次次他们都成为了笑到最后的队伍。而上海 EDGM 面对到这个他们异常熟悉的对手，在7年来从未战胜过的对手，今天一上来的有备而来，也让他们成功把比赛拉到了赛点。最后小局谁能够获得年总的开门红，我们拭目以待。蓝色方上海 EDGM， 红色方成都 AG 超奥会，我是一雪，我是潇洒。这中线抢的真快，下路应该就是属于笑影的苏烈卖被动抢线，但是这个线抢慢了，他去中路看了一眼之后再来下路，要被白打了。这个状态换的有点难受，安琪拉也下来了。是的，那这个红隼就没得抢了。确实，一诺跟大帅啊，他已经磨合这么久了，他这个下路双人组的对线，相较于笑影和明明。他磨合的时间确实是比较少的，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。是他们的应对更成熟一点。上半图的位置，花卷已经没闪了，可能要死。猪血终于拿到了第1滴血。这橘右京并没有去刷蓝区，刷完红之后往上转去空间之灵了，还顺带着收获了1血。他打了一个无规则啊，就是从 EDGM 的视角来说，他们没有想到为什么对面的打野会在1分半不到的时间出现在对抗路呢？对。这也是出乎花卷意料的，因为当时双方的中单清完第一波线之后，分道扬镳。长生去转发一路帮去了，然后花卷是避开了安琪拉往对抗路帮了。他以为他上了2打1是正常能打的，结果橘右京出现，确实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，让他没想到。这种无规则是打了一个出其不意的。那 EDGM 的话呢，也是钻进了对面的红区。哎，抢野啊！我以为看到橘右京位移敲完了要冲着人去了，那人确实还是蛮多的啊。毕竟在对面野区，你又是纳克路，又是在2分钟啊。前看一下长生一个2闪，控住必受的曹操闪现。想要反这个蓝 buff， 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啊！这盘就是利用中野辅强度，一直在做事情，欺负这边夏琳纳克路在前期比较弱。对。这个蓝 buff 对于 AG 来讲，应该是要持续去进攻的。EDGM 必须要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危机。如果蓝 buff 一直被控的话，纳克罗这盘他的发育受限，就会从线上去找补，那你线上人也会变得非常难受。对的。其实主要还是我们说到两边前期抢了半图不同，而 AG 的话是把自己优势的那一条线给扩大了。他主要是中轴强在。就中轴强的队伍，他的双边不会太弱。即便他对线弱你一点点，但是他中路抢完线之后，你也不敢压他的那条边。然后又因为中艺前期的一个无规则的支援边路，把对方节奏打开，但是现在来到了 EDGM 的一波绕后了，夏琳绕了过来，想和队友完成一波对于渲染的包夹。还好渲染这边司空刃有大招。因为 EDGM 必须要把上半图的这个线再推出去一点，不然下一波蓝去刷的时候，夏琳就会打得很难受。
看这个三人中野辅准备搞事情了，要看一下笑影的敏感性了，要被蹲了。笑影这边瞬间被打出了一个被动，要被秒了。安琪拉又是大招直接伤害打满，长生和中医的蹲逃配合。这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橘右京加安琪拉以及太乙真这三人，甚至刚刚太乙真都不在，对吧？两人配合就把苏烈给拿下了，爆发太高了。 中野目前是反野各是有3个，哎，看到可迷你这一局是看好的上海 EDGM， 然后其余嘉宾看好是成都 AG 超会。1分钟的时间暴君 AG 控到，而橘右且红区京在反红，这个红的话放了，这样橘右京的优势无限扩大呀。 现在打野已经完成了对位的一种限制了。这把感觉中医已经玩的风生水起了，上路3人再抓一个，小泽又是包夹开大加闪现跑了，然后橘右京我差点蹲到哥呀，但是这波有机会吗？明明并没有进河道。中医现在真的是神出鬼没啊！对但是你不知道他在这里哪儿先被夏令蹲了一波，之后交了一个闪现拉开了，没有受到致命伤害。但是近蓝的视野是已经被捕捉到了，看这个一下大帅位的动向置，橘右京是能包过来的。有点想舔，但是第一站没来了舔到，后方的一个位置被苏烈给砸起来断了一下，但是长生这套伤害还是把苏烈给留下了。看一下小泽绕了过来，长生追的稍微有点深了，而且呢控到了花卷，自己交闪想躲一下小泽的一个位置，大帅套了一个复活，大招站起来了以后还是被手尸，还是被击杀掉了。此时渲染，四分钟赶过来，四分钟没有大招，也没有办法进场，难做后续了。最终夏令的纳克路还是把中义的蓝 buff 给带走了。想要反进，但是因为自家是少人，状态也不好。他那个状态也不好反。对，就已经利用兵线才把状态回上来。这波打完，对于 EDGM 来说，也把节奏给支撑住了。对，他不会面临到一直被对面进攻野区这种很被动的局面。就打野算是能追得上了经济，但是问题就在射手，就一诺这边是有太乙真人的，他的发育领先了明明的戈亚不少。是的，这是后边的一个隐患，对于 EDGM 来讲。在后期的团战上面的话 ，EDGM 就要看的是小泽和夏琳有装备了以后能不能够切掉 AG 的双 C。看这个位置，纳克鲁又蹲到了，找到一又是一诺过去，但是大帅极限给复活，站起来还是要被压起身。因为是 EDGM 的上野，夏琳2次了，都能蹲到一诺的一个位置。哎，再蹲，再打一套，能多打掉点状态就是好的。双方的打野位都化身蹲人的好手。但是区别在于，橘右京这个英雄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强度变低，而娜可露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度变强，这就是两边的一个区别。再控一条主宰，主宰在这个版本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啊。现在大家不用担心拿主宰的收益问题了。现在，这个主宰先锋啊，他喷掉那个兵线会均分给大家，就不会浪费掉了。看一下这波直接卡了一个塔号的位置，想去推一波中一塔，但是还是被清掉了。这个塔已经磨得比较低了。主要是这么打下来 ，EDGM 首先它的经济点在发育，它的上野经济在做一个追赶，然后同时他们卡住了 AG 前面，利用长生这波中线权转动的这种找机会的能力。你用的这个词追赶，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：EDGM 是一个经济落后方。对，啊，就是刚刚看了经济排行榜前3还是 AG， 而且整体的经济他们也是领先2先的。对，不过嬴政的大招测的比较不错，安琪拉到半血。中一塔还是被 EDGM 给逼掉了，不到8分钟的时间。EDGM 现在是越打越有气势啊，因为确实对于他们来讲 ，AG 现在像一座大山一样无法逾越。但是在今天，他们想要跨过这座大山，就差这不到1局的时间了。没错，现在这个局面很焦灼，还是非常有机会的，而且非常的焦灼。
两边怎么处理？嬴政在侧面夹，纳克鲁鲁在赶来的路上，正面的话 ，A G 直接先动先手了，把效应的被动给打了出来，然后渲染开了一个大招，直接进场一拳，配合上一诺的伤害，把效应给留下。对，这个就不给你踩苏烈被动的机会。效应想的是自己有个被动，旁边有队友，应该不会死。但是 AG 的想法可不是，压出被动之后，司空震直接进场，去切割你的阵型，不让你瞬间把苏烈的灯给点完。没错。再拿一条小暴君。这盘选安琪拉的意义也是让这个苏烈在正面变得非常难打。让你进场前状态就要被下低。哎，花卷这波还是交了闪现。但其实太乙真的2技能已经用过了。对。除非太乙真闪炸，不过花卷这波闪交的也没问题。他万一被闪炸，这绝有金爆发直接秒了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而且要到10分钟了，所以极度小心啊。大帅就能抓住这样的机会啊，他是有闪的。对，可以打一个技能差。然后这把从出装上面的话，一诺的酸耳香也是个提速成型的装备啊，他的破晓是提前先补出来的。后边像是要直接补末世了。在10分钟的时候应该是能做出来的。10分钟龙团其实两边的对抗路都是有足够的切 Z 能力的。看一下轩冉和小泽谁能够切得更准确了。看绝油精的位置，绝油精也在绕后。他在蹲，他发现对面红 buff 刷了，赶紧叫一诺的酸伤过来一起拿。不过 EDGM 的决策是中上线一起带过去之后，先把 AG 的中路2塔给推了。对的，上路兵线也运到了 AG 的上路高地。选择是什么？这波团卡人想让戈亚去偷高地吗？还是要回来？要回来打。回来这个位置的话，正面大帅先舔过去，然后暴君要到丝血的下下路给抢了，拿到了这条黑暗暴君。但是一诺的输出环境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围着他打就可以了。先杀一人，回头再一技能一滚一枪打出了效应的一手被动，然后长生直接把效应给留下。那这样 EDGM 的人相当于散了。对的。然后明明这个戈亚的位置，看一下渲染要不要追啊？他大招已经用过了，长生的话也没有闪现。这戈亚好像是要被拖住了，另外一侧下路想一波怎么办？对面是围绕着一诺这个点，已经在想往里推了。小泽用命清兵线，要用命去清掉了，很极限。另外一侧的话，明明的戈亚也是被 AG 的2人给追死了。对于 EDGM 来说的话呢，还好的一点就是在于小泽把那个兵线给清掉了，所以他们是掉了一座高地。但是问题是这个10分钟龙团 AG 处理的太好了，他们拿了暗影暴君的收益。就 EDGM 来讲啊，他拿了暗影暴君的收益是负4000多，负4000多，而且第一时间大家看画面会觉得什么 ？EDGM 打得好聪明啊，就觉得他们可以去对中路高地先行发难了。但是 AG 呢，他们是先做了一个先手。就 AG 的目标当时是那条龙，因为他的线已经处理不过 EDGM，他放弃了处理中上线，但 EDGM 没有把握他的中上线优势，先去破高地，对，选择了回包，然后但第一时间你其实是去挤位置的。它的区别就是在于两支队伍10分钟那个关键节点一瞬间的判断，就 AG 他做的更加的果断。如果 EDGM 当时的决策是正面人稍微拉扯一下，另外一侧直接去破高，对，其实他们也不会亏太多东西。就是他会有另外的故事，但是就是那一瞬间，一个瞬间会决定目前局内的走势，而 AG 会做的更加的成熟。戈亚当时他回包的时候被司空震给卡住了，过不来。现在 AG 拿完龙，中上的线也在路上，而且一诺现在的装备也是相当的暴力，有一个宗师。这10分钟那波架 AG 赚的太多了。上线也过来，现在大帅也不用着急开，他只要给一诺这边套到复活，保证容错就可以了。对的。正面的话，长生好果断啊，2闪过去又给控，花卷交了一个闪现走开，但是这样的话，中上的高地都得掉。上路基本上再滚一下，再点一枪就可以掉。瞬间3高都没了。是的。长生，我不知道大家今天看比赛有没有种感觉，就是一到年总，感觉长生进入长生的主场了，恐怖了，就觉得真的是重铸中路荣光的这个感觉哈。对。毕竟拿的是年总的 FMVP。是的。现在经济差已经相当之大了，有1万的经济差。EDGM 现在得纳克罗要被蹲了，整理一下思路，但是被打了个吊点，长生拿到锋芒毕露。本以为夏琳不会被蹲，他踩完射精灵他就回撤了，我以为他要走了，但没有想到他发现，哎，射精灵探过蓝区，蓝区没有任何的问题，没有人埋伏的，
他就往前走了，结果那个草经常被蹲的那个草就确实把他给蹲到了。然后正面的话，大师得开了3个，直接挤进去，没有办法防守。渲染拿到2连击破兵线，还有一个小兵，正面选择先杀人，把小泽给留下以后送线进来点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玩会3比2战胜上海 EDGM， 拿到了本次年度总决赛的首胜。开门红，严总是 AG 非常熟悉的战。